乌军开辟了一个新的进攻点，也就是位于巴赫穆特与阿夫迪夫卡之间的霍尔利夫卡，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火力军之前提过这件事，但没有仔细展开。这期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乌军进攻霍尔利夫卡的目的以及对战场的影响。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将第4七旅转移到霍尔利夫卡，并试图迫使俄军从阿夫迪夫卡撤出部分预备队。霍尔利夫卡这地方在2014年乌东内战时就已经被俄罗斯侵占了。现在乌军攻占霍尔利夫卡的前沿阵地还是2014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就时间来看，乌军早就向霍尔利夫卡动手了。俄军无人机在11月15日就在该地区发现了乌军的踪迹。等到11月17日，乌军从3个不同的地点向霍尔利夫卡发起进攻，随后越过俄军防线，控制了无人地区的阵地。目前已经占领距离霍尔利夫卡边缘大约 1.4 公里的矿渣堆，这里跟阿夫迪夫卡一样，也有一个矿渣堆区。顿巴斯这一带煤矿、盐矿等各种矿产资源丰富，很多地方都有挖矿留下的矿渣堆，战术价值也都差不多，地理位置高，可以俯瞰霍尔利夫卡城区。之前有消息称，俄罗斯第132旅的部队已经击退了乌军，并重新控制了矿渣堆，但战场的实际情况却是俄罗斯炮兵和无人机一直在攻击矿渣堆。乌克兰武装部队仍然控制矿渣堆附近的战地，不过乌军并没有继续推进。综合各方的消息来看，乌军目前正在巩固阵地，并征调更多的装备，特别是电子战系统。就地形来看，乌军的选择没什么问题，矿渣堆周围的地貌基本没什么遮拦，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就贸然投入太多的兵力，很容易会被无人机当成靶子打。这就有一个小问题了，既然霍尔利夫卡属于2大战区的枢纽，为什么乌军之前没有向这里进攻？火力军觉得答案很简单，之前打不了，霍尔利夫卡周边的地势平坦，没有什么树木，可以说是一览无余。同时，俄军在霍尔利夫卡经营多年，防御体系较为完善，如果乌军在没有压倒性的炮火以及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就直接进攻，最终的结果可能就跟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情况类似。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俄军将大量的部队，特别是炮兵抽调至巴赫穆特以及阿夫迪夫卡之后，霍尔利夫卡的防守实力大减。乌军在这个时间进攻，可以让俄军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俄军不回援，乌军可以选择继续推进，拿下这座城市，然后辐射阿夫迪夫卡战场。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霍尔利夫卡不只是一座城市，它还是后勤枢纽。乌军拿下霍尔利夫卡，就可以切断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后勤补给点。如果俄军选择从阿夫迪夫卡等地调兵回防，那里的攻势就要烂尾了。只是目前战局刚刚开始，一切都不是很明朗。乌军到底是真的进攻这里，还是牵制俄军，火力军也不得而知。不过这也没什么好猜的。如果乌军能够集结兵力拿下霍尔利夫卡，可以对俄军在2大战场来个釜底抽薪，形成一个破局之战。所以俄军大概率会选择分兵支援，加上当前天气的影响，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进攻已经快不行了。至于巴赫穆特已经自顾不暇，也没有精力照看霍尔利夫卡。让火力军来说的话，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进攻不如趁早结束。由于阿夫迪夫卡的地形原因，战场只有2种情况，守不住就是乌军全军覆没，守得住就是俄军尸横遍野。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后一种情况不停上演。其中阿夫迪夫卡北翼，俄军主要在铁路沿线继续寻找突破点，对斯特波维的进攻一直没有间断，只是结果很残酷，连斯特波维的郊外都无法突破。于是俄军又开始尝试从 H20 公路向克拉米克进攻，现在那里成了阿夫迪夫卡的热点之一。
同时，俄军对焦化厂的进攻也在加强，战斗逐渐白热化。使用滑翔炸弹攻击无果后，俄军派遣了一波又一波的步兵，试图到达距离焦化厂北部以及东北部最近的林木区。但是，步兵冲锋在现代战场就等同于送人头。乌军使用火炮与无人机对俄军实施精准打击。从各方给出的消息来看，由于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被压制，乌军无人机可以在战场上肆无忌惮地打击俄军阵地。至于矿渣堆，乌军则是继续空中控制。根据俄罗斯的消息来看，乌军在矿渣堆频繁使用巴巴雅嘎大型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可以携带4枚地雷，并配备有 RPG 气型火箭榴弹的弹头，可以摧毁集中在战壕的俄军以及坦克等重型装备。阿夫迪夫卡南端，俄军仍然被卡在奥皮特涅采石场入口处，俄军第21旅已经被击溃。筋疲力尽的第90坦克师一部重新投入战斗，这也就意味着俄军在阿夫迪夫卡损失上万人，却没有任何进展。加上雨雪天气，补给和机动都很困难。目前俄军已经减缓进攻速度，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军不如直接放弃进攻，退守霍尔利夫卡。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唯一能增援霍尔利夫卡，只能是阿夫迪夫卡的俄军。巴赫穆特方向的俄军已经自顾不暇。俄军在巴赫穆特南北两翼的进攻强度大概是莱曼、库皮扬斯克方向的3倍。这次俄军调来的增援部队大都用来进攻南翼的克里什奇夫卡。从乌方发布的视频来看，俄军装甲纵队的规模达到了近期之最，从奥皮特内村向克里什奇夫卡村发起反攻，一度攻到了北火车站，但随后被击退，没能取得任何进展。车臣卡德罗夫再度出境，声称车臣艾赫马特特种部队的士兵参与了对克里什奇夫卡的反攻。在北翼方向，俄军开始向赫罗莫维和博赫达尼夫卡进攻，企图突破伊万尼夫卡，从背后包抄到乌军在巴赫穆特南翼的部队。但到目前为止，俄军的进攻都被击退，战场上留下大批俄军尸体和坦克残骸。俄罗斯军事博主称，俄罗斯第200独立机动步枪旅的部队正在巴赫穆特北翼作战，俄军第106近卫空降师的部队正在苏勒达尔附近活动。此外 T0513 公路也处于乌军炮火控制之下。按这个趋势，巴赫穆特的俄军很可能因为补给的原因逐步降低攻势。总的来说，巴赫穆特、霍尔利夫卡、阿夫迪夫卡这条战线上，如果俄军最开始没有进攻阿夫迪夫卡，没有造成那么多损失的话，这3者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不好说，而其中霍尔利夫卡与巴赫穆特是必须要保住的，一个是后勤枢纽，一个是精神象征。所以火力军认为，俄军接下来大概会放缓在阿夫迪夫卡的攻势。除了这些，赫尔松与扎波罗热战线也传出了新消息。在赫尔松前线，乌军继续坚守第聂伯河左岸的阵地，并开展反炮击行动，打击俄军后方炮兵阵地。乌军在克林基的桥头堡不断扩大。俄军当前在赫尔松的战略主要是空袭。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那就是俄军阻止了乌军小规模渡河，但实际情况各位也都知道。乌军这边每天都有装甲部队渡过第聂伯河，最近一段时间，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军人数一直在增加，桥头堡也一直在扩大。在克林基地区，面对不断增多的乌军，俄军第328团直接逃跑，但是被自己人打击，损失更重。俄军第144团的一个小队向乌军投降。黑海舰队第810旅试图阻挡乌军前进，但遭到乌军炮火连续打击。俄军第104空降师等精锐也同样如此，根本无力阻拦。甚至连距离前线35公里的俄军总部都被乌军海马斯击中。俄军在赫尔松塔拉西夫卡的基地也被乌军的 JDAM 袭击，无人机、小型机场、弹药被摧毁，俄军补给又要吃紧。就目前来看，乌军控制区保守估计的话，长约9公里，深约4公里，相当于36平方公里，灰色区域更大。无奈之下，俄军选择后撤35公里，以挖掘战壕、埋设地雷的方式阻止乌军继续推进。看起来虽然有点惨，但方案的确不错。第聂伯河防线崩溃之后，想在原地重新构筑防线已经不太可能，而且左岸25公里的区域都被乌军火炮、无人机控制。最好的方法就是后撤，然后重新设置防线。为此，俄军又发明了一个新词：不打而重组。
大概意思就是我不是打不过，而是因为要到别的地方重组，所以主动放弃。结果没问题，但过程稍微有一点美化。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还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11月10日，俄中央军区第41集团军第35独立摩托化旅接到第聂伯罗集团军总部的作战命令，向第聂伯河左岸乌军最小的桥头堡霍拉普里斯坦进军，其主要任务和目的就是误导乌军对于俄军在该地区的真实行动。说白了，这是一个自杀式的任务。俄媒称，俄军第35旅的人员在没有适当装备的情况下被放入机动车辆中，并被分成2个纵队前往霍拉普里斯坦。在格拉德基夫卡停留期间，2个纵队的人员就遭到乌军炮火袭击，导致76名俄军士兵死亡。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方面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澄清，反而在掩盖曾经下达过的命令，否认利用自杀小队进行牵制行动，也就是说，不承认这些士兵的牺牲。同时，赫尔松与阿夫迪夫卡的局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扎波罗热。就比如维尔波维，乌军袭击了北部的俄军据点，迫使其撤出了战术高地。甚至有俄罗斯博主声称，乌军已经控制了整个维尔波维。不过，没有官方消息，火力军还是持怀疑态度。自从俄军将重点转移到阿夫迪夫卡之后，托克马克轴线的局势就变了。俄乌双方都在这地方驻扎了大量部队，谁先被迫转移部队，谁就会步入劣势。所以从10月份开始，乌军在扎波罗热的首要任务就不再是纵深进攻，而是扩大战区的宽度。目前乌军所占领的地区都是战术高地，如果贸然推进，后勤线很容易被俄军攻击。接下来只需要使用无人机与火炮打击俄军阵地，为之后推进做准备。总的来说，俄军已经将预备队迁移到第聂伯河和阿夫迪夫卡，虽然短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长期下来会有麻烦。没有预备队，也就意味着丧失轮换的能力，疲惫程度迟早就会超过极限，加上天气原因，俄军的进攻强度肯定会降低。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会继续强攻霍尔利夫卡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